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你这趟是压标去了呀。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。再后来啊，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，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，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还给他准备了1箱整整9盒自嗨锅，都是趁现在拼多多双11花1块钱抢的。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儿，还有梅扣和杀牛饭都嘎嘎好吃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你们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们爷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1箱不够啊。来吧，吃上家了，走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。烤包、胀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啊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买了这么些东西，爬他妈6楼，这里现在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连门都敲不开，我去。我要天天跟他生气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时候也寻思，别跟他一样，万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寻思，就他这个活法，我得走他捡的。我比他大1岁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妈便宜不还是让他捡了吗？又闻味醒的呀？要不是我也没吃饭，我绝对跟他拿东北大抽酱炒。真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！俩人在家，我还得他妈咬着手机拍。哎，你把那个土豆泥给我倒了，这去。你干啥呢？你不让我整土豆泥吗？你当然，你嘴里嚼的啥呀？糊啊！你可太他妈恶心了！酱蛋、辣五、QT， 用膳吧，爹。吃饭了，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你这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应该出去跑1个小时，但是我能坚持5分钟吗？姑啊，你儿子都楼了，还不要老二吗？竟然更新几个速成菜，看起来不简单，但其实很简单。趴被窝里偷摸学，过年惊艳一下全家啊！先来一个红酒炖牛肉，焯好水，牛肉下点油，下点姜，炒1-2分钟，然后下胡萝卜、洋葱块，简单扒拉扒拉，1小勺的番茄酱，糖盐、黑胡椒碎，炒个底味，放一个切块的柿子和1块黄油，再来大半瓶红酒，珐琅锅炖2小时。出锅之前调着咸淡就完事儿了。红酒选便宜的就行。我这好像是参加我老丈人婚礼顺回来的。再来个椒盐皮皮虾，把扎手地方都搅下，然后撒点玉米淀粉，抖成这个样就行。等油冒烟了，下锅炸1-2分钟，熟了就捞出来，然后让油再烧冒烟，再炸30秒，留非常少的油炒青椒洋葱末，把皮皮虾倒回来，就撒很多的椒盐就完事儿了。要是过年家里吃饭人多吧，可以来个年夜饭大礼包。我这个是588套餐，相当于人均70多块钱，我也不用费啥事儿就能整一桌子，而且好东西还挺多的，有这个大厨级的佛跳墙，还有花雕大闸蟹，这个黄的非常满，这个整条的烤鳗鱼也特别入味。其他的菜简单配配颜色就非常好了。反正我觉得吧，这东西在家就是很方便，过年串门拿着也挺有面子。然后我二大爷最近有几颗牙情况不太乐观，可能又不行了，我给来了一个口蘑汤，还做了一个蒜蓉龙利鱼。但这菜吧简单是简单，但有个毛病，就是他妈费饭的。来吧，上家了，佛墙、大闸、粑饭、红甲、爆肉、烤鳗、蒜蓉、剁鱼、蘑汤、参粥、红牛、胶皮。完，今天这不都速成菜吗？吃饭也早。我奶说多少钱都没捞着玩了，咱们抓紧娱乐娱乐。你不吱声，你看谁？吃我咋呢？你这嗨，玩赖了，这是。我怎么这玩赖了？那你不要玩赖啥？人家到这儿就不吱声了，你。不是，就他说了，他也没吱声，我也没吱声，你这。那他不吱声就是不要呗。我奶最后10分惜败，又是一个不眠夜呀。
我前2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，那油跌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。然后我搜了一圈，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，也没有烧鹅可以吃，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，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。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，但现在物流太慢了，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。不过我发现了，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，那都绝非等闲之鹅。我们换了2个屯子，跟鹅扑腾了一整天，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，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。后来这鹅到了，我们的腰还没好呢，但也不想等了，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。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，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00-700一只，但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，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。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，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。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，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，就这么烤出来的鹅，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，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。后来实在没招了，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。在室温环境下，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，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，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。这一下可给我们熏迷糊了，就新鲜吃点东西缓一缓。用美团外卖订了不少好吃的，这一桌子全是硬菜。最近冬日热辣硬货活动优惠可多了，创意十足的百串福袋4折才不到40块钱，海底捞的冬日欢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，还有咬麻龙虾、99鸭、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。打开美团外卖搜狗送就行，点评论区也能直接参与。然后吃完饭再下鹅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谨慎了。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，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，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。后来我纠结了一下，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。这酸梅酱熬完之后，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。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，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，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。尤其是剁鹅的时候，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，看着可太爽了。我从来没敢想过，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。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，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了。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。等吃完饭之后，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，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，就都让我炖酸菜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，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，但是实在也没忍住，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。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，就夯夯坐床上打嗝啊。昨天有粉丝说简单的点赞高，今天试一下子。是啥呀？别问，赶紧喝了。哎呀，烫啊！哎，赶紧喝了，着急，快点！完了呢？没完了，没事，今天着急回家，赶紧下去吧。拜。好了，有事下午再聊吧。拜。关门，走。哎，这个够简单了吧？就2步，长手就会呀。前2天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送了一个大后丘。我本来想腌火腿，但我们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么多年。我来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给他卸他。完，我昨天100块钱收个吊炉，这炉子不出意外应该比我岁数大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串的串多实的啊，半斤1串的蜜汁梅肉，1斤1串的五花，还有1斤1串的麻排，然后还穿了好多别的串。这个全翅和鸡脖子，好多年没吃过吊炉烤的了。土豆和鹅蛋都是包上锡纸就扔最底下了。这一小盆里其实是最狠的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这一锅串呀，中间打开炉子翻面的时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当时都想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就买了几张发面饼。这饼夹串可太带劲了，还吃出点小时候放学在小摊上买串那种感觉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就站水堆上这么吃，然后屋里这些等教的吧，就说这温度不行，烤的太慢了。粉慢确实是慢点，但也有点人为因素。那你说我们仨在这看着炉子，那串熟的快的，我们还能眼睁睁看它烤糊了吗？那先吃点不也是属于没办法的事吗？供不上溜，他们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口香烤的，还有拿空气炸锅干的。我家这空气炸锅是我当时趁拼多多搞活动9块9抢的。反正空气炸锅这玩意儿吧，也不分牌子，你给它拆开，恨不得里边导热构造都一样的。这玩意儿不挑样子，买个便宜的就行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薅吧。这一锅必须不少油呢，反正要过年了，油炸食品还是收敛点吧。那过年还得见人呢嘛，不是？我最后一锅就拿屋吃了，还配点喝的，一锅肉汤炖的酸菜血肠，还有一锅鲜虾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就得干活了，还有10来斤干肠没灌呢。这个工艺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买现成的料按配比来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点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们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个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反正这么一折腾吧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临了10点多又烤了一炉，我当时就寻思呀，这哪个邻居家窗户要是漏点风，妈这回得遭点罪呀。
我最近去参加东东和三七的婚礼了，作为他俩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们的婚纱照做成一个5210块的纯手工拼图送给他们。但是这拼图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点没赶上他俩婚礼。刚开始我是想给他俩做个纸质拼图，所以前几天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把纸壳做成硬纸板。但是忙活了几天，我发现做纸板根本遥遥无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厕纸，而且我弟尝了一口，就连味儿都是一样的，我当时都崩溃了。我心说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纸质拼图就研究出个纸，完了还是测的。所以后来我就想给他俩做磁吸拼图了，我打算用1毫的软磁贴粘上1毫的卡纸板，组一个1.2米乘1.8米的大画板，然后把他俩的婚纱照画到这上面。但是这画画起来实在太折磨人了，这里边头发、眼睛这种细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养乐多的狗毛都需要一笔一笔画出来。我后来数了一下，这画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画了7万来笔，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我们画了几个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网最深的记忆点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这画到最后我们一共熬了5个大夜，那后期我仨对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连那老补心丸我们都开始一板一板吃了，这活干的太费命了。后来裁块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没法裁成拼图形，就都让我们给裁成不规则的滚刀块了。但是裁的时候撒了好多纸屑，家里整的贼乱。好在之前在抖音商城双11好物节买了个天可智能洗地机，恒压活水洗的贼干净，而且还是超长续航。我买的时候到手才2000多。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裁拼图的时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块，那每一块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后折了个中，我们给它裁成了2999块，而且裁完之后，我们又把整个拼图都拼上了，给他俩照了个相。我说但愿这不是他俩唯一一次看到这个拼图的全貌。最后打包的时候，我还给他俩做了个100年好合，但是因为整个制作过程比较赶，就导致我俩去送拼图的时候非常极限。我俩抱着这20斤的拼图，从哈尔滨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给那鞋底都磨出火星来了。好说歹说算是赶上了，然后给他俩讲解了一下这个拼图的构造。我估计有这么个大玩意儿，他俩的婚后生活应该是不会无聊了。这我做18天就得拼哥，多少天？18天，但我敢肯定。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